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这个影片呢，不是要推荐你们去玩帝国时代，而是跟大家讲一下我在帝国时代里面玩到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加入在万国觉醒里面，又或者算是万国觉醒里面的缺点吧。首先让我觉得比较满意的就是资源兑换，在帝国时代里面，你可以把你那些不要的资源兑换成你想要的，又或者是你有一些资源比较多的话，你可以换成一些比较少的。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像我在万国觉醒里面是完全玩骑兵的玩家，我是完全没有用到木头的，所以我的木头是比起我其他资源还要更多。假设这个功能增加在万国觉醒里面，我就不需要一直把那个木材送出去了。当然如果担心的话，也可以设置上限，不会让我们换那么多。第二个我认为可以加强的就是隐藏队伍，在帝国时代里面，如果你走到一些树丛里面啊，你的队伍就会被隐藏，但是在万国觉醒里面是没有这个效果的，不管你走到哪里，对方依然还是可以看到你，就算你是躲在树丛里面，躲在城市后面，还是躲在哪里，都是可以看到的，尤其是在点点模式下看会更加明显。但我觉得隐藏部队也算是一个策略性的玩法，你可以埋伏打你的敌人，可以埋伏起来如何去部署你的战局。我认为这个功能比起增加迷雾还要更加有挑战性。当然不排除官方会这样子设计，是因为如果整个地图弄迷雾的话会比较轻松一点，如果你要把那个树又把你隐藏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万国觉醒才不选择用树丛来隐藏我们队伍的功能。第三点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书包计算，那这个部分其实在之前万国觉醒策划面对面里面有提到说他们之后会增加这个计算机，可以看我们的资源加速有多少，但是这个功能在帝国时代里面本来就已经有了，你只是需要点开书包，然后你看到左上角有一个功能，你点开它就可以帮你计算你书包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我总感觉说万国觉醒要开发这个功能好像比较困难一点了，他们说还要花多一点时间去开发。那当然我自己本身也不是设计游戏的，我不知道开发的难度有多高啦，但是我觉得万国觉醒的战斗方面既然可以做到这么流畅，如果连一个计算机都要这么困难去做的话，这个有一点下一个就是自动打野蛮人，那之前官方其实有稍微透露过之后他们可能会增加这个功能，不过这个功能其实在万龙觉醒里面也是有了，不过帝国时代在一开始就已经有推出这个功能。那么这个功能是怎么操作的？只要你有体力的时候就可以操作了，你只是需要点击你想要打的一些野蛮人等级或者是野蛮人的兵种，然后勾选你自己想要派出去的部队，它就一直轮流的把你派出去。同时间你可以设置你要用多少的兵量，什么时候要回家换兵，只要你们设置好之后，它就会自动出去打野蛮人了。不过比较起野蛮人，我个人会比较常打野蛮人承载啦，当然我希望这个功能之后也可以推出野蛮人承载版本，就可能可以设置我要开多少等级的野蛮人承载，又或者是设置我一些部队什么时候要自动加入集结之类的，应该会更加方便。不过我这里所说的野蛮人还有野蛮人承载呢，可能不要包括劫掠者或者是劫掠者承载，因为如果是有包括的话，对于前置的分数影响还蛮大的，而且如果你的王国人数越多，你可以拿到更高的分数，这样子恐怕会比较不公平啦，所以我觉得一般的野蛮人或者是野蛮人承载有这个功能就已经足够了。下一个统帅重置，这个是有一些观众跟我说的，但我这里要跟各位讲一下，其实在新的 KVK 里面本身就已经有统帅重置这个功能了，不应该讲新的 KVK 里面吧，应该是讲新手玩家都已经有这个功能了，不过只能重置一位统帅而已，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是这里所说的重置是真的重置，就是退还经验书雕像给你。最近推出的策划面对面说的重置呢，其实是兑换而已，就是说不会返还金头给你，但是你需要把这些统帅转换成另外一个统帅觉醒，所以应该叫转换才对，而不是觉醒。我认为官方会让我们转换而已，主要是怕我们把那个金头留起来，然后等到下一代更强的统帅的时候才投资上去。虽然不是完全的重置啊，但是可以把一些没有什么用的统帅转换成有用的统帅，我觉得还是值得的。下一个就是游戏中的大地图。 OK， 我知道万国觉醒已经更新了大地图，但是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们在游戏中看到的大地图跟官方一开始所推出的大地图是不一样的。这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对比。那其实官方当初放出预告图的时候，可以看到每个领土边是有明显的画出来的，所以看起来每个领土会比较清晰一点，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它的边是没有特别描绘出来的，看起来会比较像马赛克。然而在帝国时代里面，虽然你远看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画边，但是近看的时候其实它是有描绘出来的，所以在看地图方面至少不会看得这么混乱，不会像马赛克那样子。我反而觉得万国觉醒这一次的升级的不是很好，还是希望可以在每个领土的颜色外面加一个边框吧，至少会比较明显一点。
下一个就是热气球，在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帝国时代里面有一些器械，包括投石车、工程车、云梯之类的。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叫热气球，它可以直接把你的部队传送去另外一个地方。这边有画面给大家看，就是当你的部队在外面的时候，可能距离你自己的家会比较远，你不要跑回家，你想要快速的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可以透过热气球把你的部队传送过去。因为有时候我们打仗啊，如果要把自己的城市牵扯过去的话，可能没有领土，没有位置给你放你的城市，又或者是那个领土并不是你自己联盟的，有可能你的城市会被攻击。所以像这样子直接运送部队过去是比较安全的，虽然还是比起牵程慢一点点啦，但我觉得至少这个方法是针对于那些前线已经没有多少的领土让你去牵程的时候很好用，而且传送的速度其实还蛮快的。现在我已经在第3区了，也就是在皇庭外面的那个区域，把我的部队传回去第1区的话，也就差不多2分钟左右而已。不过还是有缺点的，就是你飞行的过程中是不能取消的。下一个就是可以看到你的队友或者是你的朋友有没有在线，它是全部等级都可以看到有没有人在线的，而且还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多久没有在线了，而不是像万国觉醒那样子只有官员以上的职位才可以看到有没有在线。我认为能不能看到对方有没有在线是还蛮重要的，尤其是在我们打仗的时候，假设说你的管理层全部都去休息了，你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帮忙指挥，你自己也不知道，还有你其他的队友有没有在线，城市会不会被打，你自己也不懂。而且不是只有自己的联盟队友而已，还有包括自己的朋友也是可以看到有没有在线。像是你的朋友列表已经满了，但是有其他的玩家想要加你好友，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看，有哪些朋友已经很久没有在线了，就可以把它给删除掉。不过当然了，这个也是有坏处了，就是可以一直看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在线。假设联盟中有卧底啊，或者是有什么坏心思的话，就可以跟敌方讲叫他们去打这个人，去集结他的城市。还有清零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线了。所以我觉得有好处有坏处吧。下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自动治疗。那在万国觉醒里面，有时候我们打仗打得太刺激的时候，就会忘记去治疗我们自己的部队。在帝国时代里面就会自动把我们治疗，去避免这个问题。不过帝国时代这个自动治疗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设置我要治疗多少的部队，只是勾选了自动治疗，他就自己默认去治疗一些部队。所以自动治疗其实还蛮好的，只不过我觉得这方面还可以再加强啦。那么以上就是我觉得在帝国时代里面比较好的一些功能，可以搬过来万国觉醒的。如果万国觉醒也可以增加这些功能的话，其实还蛮方便的。当然如果之后还可以推出自动采集的话，当然会更好。不过我觉得推出的可能性会比较低一点啦。还有就是用资源转换成加速，不过是有上限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